號稱 CP 值很高的家樂福自有品牌商品，這麼大包29，CP 值是不是超級高？老實講，蠻鹹的，整體味道都蠻好的，口感也很好，也不會掉屑屑，推薦。沒有太多的層次感，味道帶比較偏化學一點點，它的炭火味、它的蜜汁的香味都很好。家樂福於1989年正式進入台灣，成為台灣最早引進大型量販超市的外商。2000年後，家樂福快速展店，結合大量採購、低價策略與一站式購物，不僅改變了台灣民眾的消費習慣，更伴隨着台灣一起成長。但在2026年後，統一企業宣布與家樂福終止品牌授權合約，並同步啟動更名計劃。家樂福這個來自法國的零售品牌，也將正式淡出台灣消費者的視野。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了家樂福天母店。我們現在的時間是2025年12月中後。那大家應該有在新聞上看到說，家樂福即將在2026年退出台灣。那這一集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從以前到現在有什麼樣的家樂福自有品牌的商品。那我們這次着重在零食的部分，那開箱給大家看。這支影片上呢，應該會壓在12月底以前上。那家樂福官方也有表示說，其實商品的話會以販售完為主。那大家覺得我們開箱不錯的話，還有一點時間跟機會，可以到家樂福裡面去採購他們號稱 CP 值很高的家樂福自有品牌商品。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帶大家進去看一下家樂福自有品牌商品有什麼。那我們一起走吧。看到這個家樂福自有品牌的招牌乾麵。其實它包裝看起來是蠻好吃的啦。招牌乾麵5包的話，它是特價85塊。看一下它跟一般的蘇打餅有什麼不一樣？它是140G，然後1包29，這麼大包29，CP 值是不是超級高？這邊是擺在中島的特賣的家樂福自有品牌沙琪瑪，那它的話是750克，就是這樣子一大包，750克145塊。這邊是他們375克的麻花卷，也是家樂福自有品牌的麻花卷，是這樣子。那當然要買原味的杏仁派，它的話是這樣子，168公克，特價是60塊，也算是跟其他 CP 值比起來算蠻高的，因为看其他品牌的大概就是80塊，78到80塊上下。然後我们就買一個稍微比較特別的竹炭花生。那竹炭花生的話，CP 值也蠻高的，140公克59塊。那這邊的話，則是家樂福自有品牌的海苔，它們分為辣味跟原味的。那是33公克，都是統一售價79塊。這邊則是家樂福自有品牌的肉乾，那它們有分條子肉乾跟這種比較大塊的豬肉乾。那我們就買這個條子肉乾。好，大家，我們已經把家樂福的一些自有品牌的商品買回來了。在2026年以後，這些商品都不一定會存在，除非是庫存還沒賣完，那可能在2026年初都還有機會買到。我們今天採購回來的商品，其實蠻多都是家樂福與台灣的一些在地的廠商，他們一起合作的一些產品。這些商品回到由統一集團他們去接手的時候，這些包裝一定不會存在。如果將來統一集團有繼續以其他的方式、其他的包装跟他們合作，那如果看到我們開箱影片覺得還不錯，大家也可以去購買。那如果沒有的話，也有可能今天這些產品，也有可能某些產品已經變成絕響了。那我們就來一一開箱給大家看。那第一個我們來開箱的是家樂福自有品牌的招牌乾麵。那我剛剛也直接先泡了一碗泡麵來試看。那它的話是乾麵。那在泡的時候覺得，其實它麵條是蠻 Q 的，真的還蠻 Q 的。那我們來試吃看看，說家樂福自有品牌的乾麵是怎樣。在加完所有的調味料跟乾拌醬以後，其實它味道算蠻重的，跟以往吃過的乾拌麵，好比來說最有名的維力炸醬麵，味道我覺得再比維力炸醬麵再重一點點。那我們來試試看看。老實講，蠻鹹的。那如果依照可能之前吃過的一些乾拌麵，好比來說藝人跟 KOL 他們自行研發出的乾拌麵比起來的話，家樂福自有品牌的乾拌麵競爭力略顯不足，味道有點太重了，有點太鹹了，就是沒有像其他的那麼好吃。這是我個人的評論啊，當然應該也有人覺得還蠻好吃的。接下來我們來開箱看看，這個是他們的沙琪瑪。那他們的沙琪瑪給的大小其實蠻大塊的哦。那這個的話，它裡面一大包裡面總共有8塊。那我們來試試看看。
我覺得沙琪瑪可以，沙琪瑪蠻好吃的。第一，沙琪瑪有一些市面上的沙琪瑪，它的會有一層很厚的糖衣。那我本身不喜歡那麼厚的糖衣，所以它沙琪瑪沒有到那麼過甜。那我覺得這是它蠻大的優點。那再來第二，就是因為它沒有糖衣，或者說它把沙琪瑪做的軟硬適中，所以也是一個我覺得我蠻在意的點，就是它其實不太會掉屑屑。有些沙琪瑪會咬了就碎了滿地，那吃起來很麻煩。我之前覺得咬了碎了滿地類型的沙琪瑪，它口感都會偏硬，那它的話算軟硬適中，我覺得還不錯，整體味道都蠻好的，口感也很好，也不會掉屑屑，推薦。再來試試看看跟它同類型的麻花卷，那這個是它的麻花卷，它也是有單獨去包装，那這算是比較傳統、比較大根的麻花卷，我相信一定會很多人会喜歡吃大根的，雖然現在比較流行小根的，那我们就来試試看看它這個大根的麻花卷，它真的是屬於比較偏傳統的麻花卷，我個人比較不愛這種傳統的麻花卷，就像我剛剛說的沙琪瑪的部分，傳統的麻花卷它外面的糖漿都會過厚，那非常非常的粘牙，跟現在比較流行的那種小條細細的麻花卷，像我很常吃的小琉球麻花卷那種，對，那種比起來的話，他們是以糖粉為主，然後做的比較小根，比較好入口，比起現在比较流行的小根麻花卷，我会比較推薦现在流行的，因为这個大根麻花卷的話，有點第一個太粘牙，然後口感沒有像小根麻花卷那麼脆，當然會有他喜歡的客群啊，但是我個人覺得普普通通，不會很難吃。小時候也常常都只有吃大根麻花卷的印象中，其實它也有在水準的中上。只是說我還是比較偏好現在的小根麻花卷，它的口感還有它的方便性，都會比大根麻花卷還要來得更好一些，表現來得更好。然後再來，這個是蘇打餅乾，那它還蠻大包的。蘇打餅的話，我個人印象會覺得好像每一家都會差不多啊。那它就是跟一般的蘇打餅做的大小是一樣的。那我們這次買的是蔬菜口味的蘇打餅，那它的話其實剛有稍微瞄一下。它的成分是很單純的，沒有什麼添加的，所以你喜歡無添加的東西的話，是比較健康、負擔比較小一點的產品的話，其實就它的成分而言，還蠻推薦家樂福品牌的蘇打餅。那我們來試試看看。我們吃完了一塊家樂福品牌的蘇打餅，我覺得以家樂福品牌的蘇打餅，以它的 CP 值而言，我覺得算蠻高的。因為其實它的蘇打餅的麥香味很重，就是有一些蘇打餅，我小時候吃的蘇打餅，或是說有在吃過的蘇打餅比起來的話，有些蘇打餅是就吃起來就是一塊沒有味道的餅乾，沒什麼特別香味或幹嘛的。那我覺得家樂福品牌的蘇打餅可以剔除這個蔬菜口味的香味以外，它本身餅乾本體的麥香味，我覺得是蠻香的，所以其實是蠻推薦的。對，那接下來我們再來開箱海苔。我們現在開箱它的海苔類，它的海苔是這種給很大一片的海苔，這個品項的海苔它是給蠻大的，不會像是原本上是給小小一塊的。這個品牌的海苔比我整隻手都還大，那我們來試試看看。這個品牌它調味調得蠻好的，對，雖然說海苔本身它的添加物就會比較多，那它口味調的我蠻喜歡的，而且它這個是原味，它不是什麼海鹽的或什麼其他品牌的，它是原味半切海苔。第一個它海苔給的厚度比一般的海苔更厚，所以吃起來口感蠻好的。第一個它給的很大片，所以吃起來就會有一種吃大片的爽感。那第二個就是說它的味道。它雖然是原味，但是它其實它的帶的鹹味或者海苔本身的香味都是蠻經典、蠻好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海苔，因為它大片，加上它又厚，口感又好，味道也蠻好的，這個海苔就蠻推薦的，可以大家考慮看看。然後再來試試看看它的蛋卷，它的蛋卷也是蠻大盒的哦。那它的蛋卷裡面有4小盒，那我們就拿1小盒來試試看看。對，打開來以後它是2根蛋卷，那我們來試試看看。好，剛剛吃完蛋卷就覺得，味道跟口感是屬於一般蛋卷的中下程度，甚至稍微，表現不太好。第一個，它的
蛋卷吃不出它的層次感，因為很多的至少像喜年來蛋卷這麼有名的，它的層次感是還算給的算是夠的。那這個吃起來沒有太多的層次感，味道帶比較偏化學一點點的香味，我覺得沒有像外面的坊間的蛋卷這麼好吃。所以呢，這個蛋卷呢，我覺得可以就是不用買。如果買其他品牌的，我會比較推薦。那再開箱的是杏仁派，它的杏仁派的包裝是這樣子，蠻漂亮的。包裝是這樣子，那它裡面是2大盒，2大包啦，裡面有2大包。那我們來開一小包來吃吃看。哦，它這個杏仁派它是給這樣子，裡面它把它的盒子塞得滿滿的，就是也是算是沒有什麼因為包裝而偷工減料，這一點我覺得還不錯。它是這樣子的杏仁派，我們來試試看看。好，剛吃完家樂福的杏仁派，它跟剛剛前面的蛋卷有點像，但是我覺得它比蛋卷好的地方是，這一款的杏仁派就可以吃出蠻明顯、蠻有層次的口感的，因為杏仁派也是一層一層去堆疊上去，然後再經由烘烤的。那這款杏仁派我就覺得口感蠻好的，但是呢，它的杏仁味還算給的蠻夠的，只是說呢，它沒有那麼甜。那我以前吃過很好吃的杏仁派的時候，它在杏仁派的上面都会有一些糖粉的。這一款杏仁派是沒有糖粉的杏仁派。那你不喜歡吃太甜的，其實蠻推薦的哦。只是說，如果你喜歡稍微甜一點的，跟外面或是你的印象中外面杏仁派是有一層比較厚的糖粉或是糖衣在杏仁派上面的那種印象，那因為糖衣或糖粉也會增加它的脆度的話，如果你是這一派的話，可能就不建議買這一款。那如果你是喜歡比較沒有負擔的，不想要那麼甜的杏仁派，又想要吃到杏仁派的口感的話，就蠻推薦家樂福自有品牌的杏仁派。再来，我們來吃堅果類，這是它的家樂福自有品牌的竹炭花生。那我們在賣場有拍到它的自有品牌的花生有非常多口味，那我們選一個比較特別的竹炭花生。那它這個竹炭花生打開的話，它給的花生大小跟一般的花生是差不多大的。它的竹炭花生是香的，是好吃的，不会是沒味道的。有些花生沒味道，但是呢，它這款的竹炭花生，我覺得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外面坊間的竹炭花生，它外殼的那個竹炭的那個皮嗎？還是算它的炸衣？有點像炸衣，有點像皮，我也不清楚。對，就是它的外面那一層竹炭會給比較厚，那家樂福自有品牌的那一層竹炭會比較略顯薄一點點，算蠻薄的。所以你喜歡吃有比較厚的外衣的竹炭花生的話，你可以斟酌看看啦。但是如果你对于对于味道比較要求，对于外衣比較沒有那麼要求，會覺得分量不用那麼大，因為畢竟那外衣厚，有時候不一定是每個人喜歡的。那你就可以選擇家樂福的竹炭花生，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們的花生本身包含竹炭的香味、花生的甜味，花生選用的花生本身的饱滿度，我覺得都還蠻夠的，是還蠻推薦的一款花生。然後再來是家樂福他們自有品牌的腰果，腰果他們也是主打無食品添加的。那其實家樂福有一個地方蠻成功，雖然不是他們本身自己做，可能是跟外面工厂 OEM 或者說合作的，那他們其實都很多品項都是選用無添加，這個對於現在趨勢或是健康是還蠻加分的。腰果的話給的話算是正常大小，也沒有到特別大，因為有些像越南腰果有些超級大，但是的話是正常大小。那我們这次買的是原味腰果，它吃起來的就跟一般市面上像好市多腰果蠻有名的嘛，吃起來差不多。對，只是我記得價格也沒有特別便宜，就是跟一般外面市面上買到的腰果差不多，價格也差不多，所以其實還好，沒有特別推薦，因為水準一般，就是很容易找到可以替代它的產品，因為它價錢也沒有特別低，然後 CP 值整體 CP 值的就是一般般。那最後是這個是家樂福與黑橋牌他們一起合作生產的條子肉乾，那黑橋牌本身就算蠻有名的嘛。對，包含它的香腸啊什麼的肉乾都還蠻有名的，那我相信它表現也不會太差。只是呢，
這個打開的話，它是一大盒，不會像一般外面條子肉乾，它是有一個一個獨立包裝。那它的話是直接是打開是這樣子，全部都是一盒，所以就是它沒有獨立包装啦，所以喜歡獨立包裝的你可以自行考慮。那我是比較不在意，因為我本身覺得太多包装的話，其實也不一定好啦，就不環保。對，雖然獨立包装比較好去分食，或者說比較好分享給身邊的朋友，或者說在食品接觸到空氣後，有時候會可能造成食品的新鮮度會下降之類的。這些獨立包装一定會有它的優點在，但是就是會比較不環保。那我本身比較偏好沒有獨立包裝，所以這款我們來試吃看看。那它給的肉條其實也蠻長的，就跟外面的條子肉乾差不多。好嘛，試試看看。剛試吃完家樂福品牌的條子肉乾，那我們買的是蜜汁後燒的部分。那其實因為它跟黑橋牌聯名，就是一般外面市面上算傑出的肉乾。那炭火味、炭火的香味，包含它是使用豬腿肉的部位下去做的條子肉乾，所以口感蠻好的，口感一級棒。对，然後它的炭火味、它的蜜汁的香味都很好。所以它的话也是有80分以上的评比，但是這個主要就是因為它也是黑橋牌啊，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去斟酌，因為黑橋牌本身有更多的口味跟不同類型種類的肉乾，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那家樂福自有品牌的可能稍微比較便宜一點點，跟他們聯名的可能稍微比較便宜一點點。那這款本身就很推薦的，因為本身我也算是一點點肉乾愛好者，那可以買，可以試買看看。只是說家樂福自有品牌肉乾的種類不多，我記得只有3、4種口味而已。那如果剛好你有看到你喜歡的口味，就是家樂福聯名的，大家就可以去嘗試看看，我覺得還不錯。那今天就是開箱完這10款家樂福自有品牌的一些商品，那我們也是主要以零食類、食品類為主。整體的表現，我覺得家樂福自有品牌綜合他們的口感、香味，或者說他們成分的單純性、無添加，我覺得他們整體的水準，家樂福自有品牌整體水準，本身覺得有達到大約70分以上，我覺得是還蠻推薦的。但也有不推薦，像我剛剛說的蛋卷，我其實不推薦。腰果就普普通通，但是其他整體東西的話，我覺得蠻推薦。那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可能是2025年12月底，那我相信在2026年過年前，應該都還蠻有機會，一定有機會去採購到這些商品，或過年的時候，大家想要買一些零食的時候，都可以參考看這些商品。這就是我們這集跟大家介紹的家樂福自有品牌商品。那我們也很遺憾，家樂福這個品牌授權即將退出台灣，畢竟它也是伴隨我們從小時候到現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量販店的角色。对，所以也蠻可惜的啦。对，因為以前爸媽帶我去逛家樂福的時候，我都覺得是一種休閒娛樂，也蠻好玩的。那今天它退出以後，將來台灣的量販店會是以什麼樣的形式跟生態的話，那我們也只能拭目以待了。那這集就到這邊，謝謝大家。